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广州的一位女生玉婷远嫁台湾的经历。说实话，这个故事真的太震撼了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台湾生活的认知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20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的姻缘，但是玉婷的故事真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记得去年夏天，玉婷第一次来到我们婚恋所的时候，她那时候还是一位在广州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的打工人。丽姐，我真的受够了这种996的生活了。玉婷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，一脸疲惫地说，每天早上挤地铁，晚上加班到半夜，周末还要被各种会议轰炸，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说真的，像玉婷这样的都市女性，我接待过太多了。30岁出头，事业小有成就，但是工作压力大得要命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，更别说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房价压力实在太大了。很多优秀的男生也都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我想起了我们婚恋所最近新增的跨海峡婚恋服务。说来也巧，我们刚好收到了一位台湾男士旭东的资料，他在台中经营着一家网络科技公司，条件非常不错。玉婷啊，姐姐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台湾的优质男士哦。我把旭东的资料递给他看，你看看，这位台湾男士今年35岁，台中科技大学毕业，有自己的公司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在台中已经置办好了房产，还有一辆特斯拉呢。玉婷接过资料，眼睛一亮，哇，台湾男生嘛，感觉还蛮特别的诶。但是丽姐，台湾那边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啊？会不会跟大陆差很多？哎呀，傻姑娘，你可能对台湾还不太了解。我笑着说，台湾的生活品质可是相当高的，而且工作压力比大陆小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男生普遍都很顾家，对太太特别好。就这样，我帮玉婷和旭东牵线搭桥，两个人先是通过视频认识，聊得很投缘。没过多久，旭东就专程飞到广州来见玉婷。第一次见面，旭东就给玉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丽姐，他真的好温柔啊，说话都好细声细气的，一点都不像我们这边的男生那么大大咧咧。玉婷笑着跟我分享第一次见面的感受，而且他对生活的态度也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，感觉特别享受生活，不会整天只想着赚钱买房。旭东确实给我的印象也很好，说话做事都很讲究，举止温文尔雅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特意带了台湾的凤梨酥、太阳饼这些特产来送给我们婚恋所的工作人员，真的很有新意。两个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旭东隔3差5就飞来广州陪玉婷，带她去吃好吃的，送她各种精致的小礼物。几个月下来，玉婷整个人都变得特别幸福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去年底，旭东就带着玉婷去台湾见了父母。说实话，我当时还真有点担心，毕竟两岸的文化差异还是有的。但是没想到，玉婷回来之后，简直像变了一个人，整天都在跟我分享在台湾的见闻。哇，丽姐，台湾真的太让人惊喜了！玉婷激动地跟我分享，旭东家里的长辈都超级亲切，见面就让我叫伯伯阿姨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妈妈还特意学着做了粤式早茶，虽然味道不太正宗，但是那份心意真的让我好感动。最让玉婷惊讶的是台湾的生活节奏，旭东的父母都已经退休了，每天过得特别惬意。早上去附近的公园打太极拳，然后去传统市场买菜，下午约着好朋友去喝茶聊天，晚上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剧。完全不用担心养老金的问题，每个月的退休金都能保证他们过上很舒适的生活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太棒了吧？玉婷继续滔滔不绝地说，旭东的爸爸前阵子感冒去看医生，挂号费才几十块新台币，看完医生拿药也不用花太多钱，而且医生特别耐心，问诊的时候都会详细解释病情。说到这里，玉婷还特意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，只见旭东家附近就有一家便利店，里面不仅可以买日常用品，还能缴水电费、买高铁票，甚至还能收发快递。丽姐，你看这些便利店24小时都开着，晚上肚子饿了还能买到关东煮、盒饭什么的，太方便了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公共交通也让玉婷赞不绝口。我在台中坐公交车
司机师傅都会等老人家坐稳了才开车，路上也很少听到喇叭声，大家都很有秩序，排队的时候不会有人插队。听着玉婷的分享，我也不禁感叹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啊！在台湾，人们似乎更懂得享受生活，不会被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丽姐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旭东的公司福利也太好了吧！玉婷兴奋地说，每天准时下班，加班都是要额外算钱的，而且每年都有特休假，完全不用担心请不了假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工作的时候都很专注，不会搞那些无谓的内卷。旭东的公司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特别注重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，每个月都会组织员工一起去郊游，或者举办一些团建活动。公司里也没有什么职场勾心斗角，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旭东说，他们公司很多同事都工作10几年了，根本不会想着跳槽，因为在这里工作真的很快乐，完全不用担心裁员或者被迫离职。玉婷感慨道，不像我们这边，动不动就会听说某某公司又开始裁员了，大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看着玉婷眼里的光芒，我知道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嫁到台湾去了。确实，对于像玉婷这样的都市女性来说，台湾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氛围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。旭东也特别支持玉婷来台湾发展。他说，现在台湾的科技产业正在蓬勃发展，很需要像玉婷这样有经验的产品经理，而且台湾的工作签证政策对大陆的专业人才也很友好，办理起来一点都不麻烦。就这样，玉婷开始着手准备远嫁台湾的各项事宜。我看着她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心里也特别为她高兴。毕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能找到一个这么优质的另一半，还能过上向往的生活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今年年初，玉婷和旭东在台中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，我特意飞过去参加，亲眼见证了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时刻。说实话，台中的婚礼真的跟我们这边很不一样，特别有当地特色。丽姐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在鹿港老街拍的婚纱照。玉婷迫不及待地给我看她的婚纱照。照片里的老街古色古香，红砖墙配上老门窗，还有那些精致的庙宇建筑，拍出来的效果简直绝了。最特别的是，摄影师都不用跟他们说要摆什么姿势，就让他们自然地漫步在老街上，抓拍下最真实的幸福瞬间。婚礼现场设在台中一家5星级饭店里，整个布置既不铺张浪费，又显得格外精致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婚礼不是走那种传统的8大件流程，而是由新人自己策划了很多特别的环节。旭东特意准备了一个投影片，把我们的恋爱经过做成了一个暖心的小视频。玉婷笑着说，还有啊，他居然还偷偷学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来给我唱，虽然有点走音，但是真的超级感动的。婚宴的菜色也很讲究，结合了闽南美食和粤式点心，让两边的亲朋好友都吃得很尽兴。特别是那道手工制作的喜糖，居然是用台湾本地的红糖和花生做的，又健康又美味。玉婷，我看你现在是彻底爱上台湾的生活了。我打趣地说，可不是吗？丽姐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的生活有多幸福。玉婷接着分享她新婚后的点点滴滴。你看，我们家就在台中市区的一个小区里，走路10分钟就有夜市，想吃什么都有。最棒的是，这边的小区环境特别好，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打扫，楼下还有小花园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邻居在那里遛狗、跳广场舞。玉婷告诉我，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，每天早上不用太早起床，坐公交车去上班，路上还能顺便在便利店买个饭团当早餐。中午休息时间足够长，可以跟同事一起去附近的自助餐厅吃到饱，或者去补眠。丽姐，这边的人情味真的太浓了。玉婷感慨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隔壁住了一对老夫妻，每次看到我回来都会问我吃饭了没有，还经常给我送一些自己做的点心。前几天我感冒了，旭东妈妈还特意煮了一大锅药膳鸡汤给我送过来。不仅是生活上的温暖，工作上的压力也小了很多。玉婷现在在旭东的公司负责大陆市场的拓展，虽然工作也很忙，但完全不会有之前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真的不用考虑那些有的没的，
玉婷说，房子是旭东自己买的，每个月就是交一点管理费，我们两个的工资都能直接用来享受生活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完全不用总想着要存钱买房。这让我想起了在大陆工作的年轻人，总是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结了婚之后，每个月还要给两边的父母寄钱，生活过得紧巴巴的。而在台湾，年轻人似乎更容易实现经济独立，也更懂得享受生活。说到享受生活，玉婷跟我分享了她在台湾的一个特别发现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人特别注重生活品质。大家虽然工资可能没有大陆这边高，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压抑，因为这里的人都很会过生活。我很好奇地问他具体是怎么过生活的，玉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比如说周末的时候，我和旭东经常会骑着机车去郊区兜风。台中这边有好多观光休闲农场，可以采草莓、摘柑橘，还能体验制作麻薯、烤窑鸡，可好玩了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这边的休闲农场不是那种为了赚钱而特意做出来的景点。玉婷继续说，很多都是当地农民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店，虽然设施可能不是特别新，但是特别有味道，而且老板都很实在，绝对不会坑游客。玉婷还告诉我，台湾人特别喜欢泡汤，每到冬天，大家就会约着去温泉区泡温泉，不管是高级的温泉度假村，还是平价的大众汤池，都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。现在我也爱上泡温泉了，玉婷笑着说，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泡个温泉，整个人就舒服多了。还有丽姐，这边的人看电影都特别讲究。玉婷说，电影院里经常会放一些很小众的文艺片，票价也不贵。旭东带我去看了好几场台湾本土导演的作品，虽然我可能不是完全听得懂台语，但是那种细腻的情感表达真的很打动人。最让玉婷感动的是台湾人对老年人的关怀。你看旭东的爸妈虽然都退休了，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。玉婷说，他们参加了社区大学的课程，每周都去学习插花、书法什么的。社区里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，比如包水饺比赛、卡拉 OK 大赛，老人家们玩得可开心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大陆很多退休的老人，每天不是帮子女带孩子，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老年人似乎更懂得享受自己的生活，也更有尊严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丽姐，这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年危机。玉婷说这话的时候特别有感触，因为大家都很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不会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。公司也很鼓励员工培养兴趣爱好，经常举办各种社团活动。旭东的公司就有一个摄影社团，每个月都会组织员工去不同的地方采风。上个月我们去了日月潭，拍了好多美照。玉婷给我看她拍的照片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用手机拍的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现在我也开始研究摄影了，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新的乐趣。我看着照片里的日月潭，湖水碧波荡漾，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，确实美得让人心醉。这哪里还是当初那个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玉婷啊！现在的她不仅找到了真爱，更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人都很懂得知足。玉婷若有所思地说，不会总想着要跟别人比车比房，也不会为了面子去消费。大家更在意的是，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。说到这里，玉婷突然想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有个特别搞笑的经历。有一天我去便利店买东西，结账的时候，店员奶声奶气地问我要不要点数。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在问我要不要点心，还纳闷怎么便利店会这么问呢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在问要不要几点。这样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小趣事还有很多，比如台湾人说便当不说盒饭，说卫生纸不说手指，还喜欢在句子后面加拉里欧这样的语气词。现在的玉婷说起话来都带着一点台湾腔了呢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觉得幸福的是什么吗？玉婷突然认真地说，是那种完全不用担心未来的感觉。在大陆的时候，我总是焦虑要不要换工作，要不要买房，要不要考虑生孩子的问题。但是在这里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。确实，在台湾，生活节奏慢下来之后，人们反而更容易找到人生的方向。
玉婷告诉我，她现在每天下班后都会去附近的瑜伽教室练瑜伽，周末就和旭东一起去逛逛花园夜市，或者约上几个朋友去泡茶聊天。你们那边的茶文化也很讲究吧？我好奇地问。对啊，玉婷眼睛一亮，这边的人喝茶特别有意思，讲究品茶。我们家就有一套完整的茶具，旭东还特意教我泡功夫茶。虽然我现在泡的还不是很好，但是那种慢慢品味的感觉真的很享受。说起未来的规划，玉婷和旭东也有了很明确的想法，我们打算明年生个宝宝。玉婷害羞地说，这边的育儿环境真的很好，医疗保险可以覆盖产检和生产的费用，还有育儿补助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职场妈妈一点都不会被歧视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影响工作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特别为玉婷高兴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欣慰的就是看到自己牵线的有情人不仅修成正果，还能过上理想的生活。玉婷的故事也让我对跨海峡婚恋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丽姐，你一定要告诉更多在大陆打拼的姑娘，其实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可以选择。临别时，玉婷特意叮嘱我，在台湾虽然赚的钱可能没有大陆多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人都很善良，很热情，让人感觉特别温暖。是啊，在这个压力山大的时代，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生活的地方，遇到一个懂得疼爱自己的人，这样的幸福难道不比房子车子更重要吗？对了，丽姐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你。玉婷紧紧抱住我，如果不是你帮我牵线，我可能现在还在广州拼命加班，过着那种透支身体的生活。现在我每天都感觉特别幸福，真的要谢谢你。看着玉婷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知道这就是我们做红娘最大的成就感，因为我们不仅是在帮人找对象，更是在帮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玉婷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在为工作生活的压力发愁，不妨试着换个角度思考，也许你想要的幸福就在海峡的另一边呢。我是红娘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